Hello，你們好，我是 Edward。這兩天我收到了一張選舉參選證，就是參加選舉的證明。要選舉什麼呢？選舉我們小區所在社區的居委會新成員、管理人員。什麼是居委會？居委會就是居民委員會，是社區的居民委員会。居委會是一個我們居民的自治組織、自治機構，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機構單位。社區居委會下面呢，又有很多的小區，因為我住在這個小區嘛，我們小區屬於這個選舉上的社區。中國的政府只到鎮一級，比如說我們鎮有政府，有公安局，有法院之類的，但是鎮下面就沒有政府單位了。就靠這些居民的自治機構來管理我們這些居民。是不是很寶貴？很寶貴的選票，來之不易的選票，我該怎麼對待它呢？我要怎麼處理呢？帶你們先去看一下我們的居委會，看它長什麼樣子，然後聊聊我要怎麼對待這張來之不易的選票。因為是社區的居委會選舉嘛，所以只要是屬於這個社區的小區居民，戶口在這個小區，必須戶口在這個小區啊。理論上你都有選票，當然你必須年滿18歲了。一個社區居委會差不多管理7、8個小區吧。幾千個人的樣子吧。我們社區的居委会在另外一個小區裡面，我們現在走過去瞧一瞧。我進來這個小區了，居委会應該就在這個小區裡面。居委會到底做什麼？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。理論上，感覺應該是處理鄰里關係，就是鄰居之間的關係，解決鄰居之間的矛盾，還有執行政府的一些政策吧，宣傳一些政策。我住我們小區有將近15年了。我記得總共跟居委會打交道，就是找他們做事情，應該不超過3次，就3次吧。3種事情，當然不止来過3次，因為有的事情要來好幾次。前面就到了，有一個小樓。居委會辦公就在這裡，這個就是我們小區所在社區的居委會，裡面有幾個辦公室吧。這邊還有黨務公開欄、居務公開欄。黨務就是
共產黨的信息。居務就是居民的業務吧。看上去是不是还挺公開透明的？2022年疫情期間，我們被關在家裡2個月嘛，不能出门。剛開始特別艱苦，什麼都買不到，米、蔬菜、水果、牛奶，什么都買不到。我們非常着急呀，而且剛開始也沒有渠道去買，也沒有送貨上門，非常着急。當時我就打電話給110，讓110幫忙。110是我們的報警電話嘛。後來110把我轉到了居委會，居委會的成員非常不耐煩的給我們家送了一袋菜。我們出去吧。唯一的一次，疫情2個月期間，唯一的一次，因為後面小區裡面居民就開始自己救自己了，開始團購了。總共3次，跟居委會打交道的事情。所以居委會在我眼裡其實就是可有可無的了。說到選舉，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。上半年還是去年下半年來着，我們小區的業委會，就是業主委員會，就是小區裡面的自治組織、自治機構，也要選舉了。我也有選票，結果我一看名單，有我家鄰居的一個叔叔，年紀很大了，早就退休了，70多歲了，但是他早就不在我們小區住了，已經搬出去1、2年了。基本上不來他的房子居住，因為他就在我家隔壁嘛。他就在業委會的選舉名單上，因為他之前就是業委會的成員。這次選舉還有他，他肯定不了解小區了呀，怎麼能幫業委會做事情呢？我就問那個送選票、協助選舉的那個人，這個叔叔早就不在我們小區住了，怎麼還在，還要選他呢？他笑着跟我說：“就這麼回事嘛，你都知道的。”後來我就棄權。為什麼要選呢？在我眼裡，中國的這種底層的直選，就是我們選民直接選舉、直選，其實都是做做樣子，走走過場，就是走一下流程，做給大家看而已。大家不要真的当真一样，也就是人家玩一玩而已。做做樣子，這個詞蠻好的，你們知道嗎？就是做給別人看，感覺這是真的似的。
但是我們可不能當真。這是另外一個社區居委會門口，有很多的標語，我們來看一下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哪些呢？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是不是宣傳的都很美好，都非常的民主、自由、公正？那我該怎麼處理这張寶貴的來之不易的選票呢？我是不打算跟他們玩這個遊戲了，讓他們自己去玩吧。我棄權了，讓這張選票去他該去的地方吧。